在视频的开头，想先问一下大家，你们现在有用手柄吗？用的是什么呢？去年做手柄视频的时候啊，御三家的手柄假货泛滥，100元左右也都是非常凑合的水平。然后时隔1年不到，整个手柄市场已经完全变了样。正常来说，选个手柄就是直接御三家手柄最新的里面选一个嘛。而现在大部分的手柄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们仨的变种。但是真要买的时候，这个价格还是很难说能咬牙下手的呀。更过分的是，像 Switch 手柄这种，还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去电商平台一搜，从30-40块钱到500-600的，从长相到功能都一模一样，但价格却能相差10几倍，而且全部都写着原装正品，任天堂听了都得从这儿进货。那怎么样才能买到一把比较正常的手柄呢？像我平时只用电脑玩游戏，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选择呢？100元手柄现在有什么推荐的呢？以及2024年御三家的手柄还是最好的选择吗？那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我把它们一次性全部都买了下来。今天呢，就用一个视频告诉你手柄该怎么买。在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点好玩的。最近呢，我的朋友买了一个 Switch Pro 的手柄嘛，然后他就把这个图片发给我看，问我是不是正品。我一看，我人都傻了，80块钱还想买正品？点进去一看哦，终身换新，全网对比，甚至这个页面里面还把抄袭的假货给骂了一遍。别人用的都是什么洋垃圾处理器、合成淘汰马达、传统淘汰摇杆。我骂我自己的属于是，再换一家看看啊，这家的宣传图更加离谱了，什么苹果同款 A16 芯片，160亿晶体管，可以让游戏更流畅。手柄的芯片比 Switch 本体都要强啊，怪不得 Switch 的手柄叫 Switch Pro 啊。真的给我气笑了！隔壁某多多更是重量级啊，100亿补贴保证啊，非100亿补贴就保假。好，这么玩是吧？那我直接替任天堂法务部把市面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假货手柄都买了回来，敢卖我就敢买。上一期视频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测试自己手柄的方法，这个呢对所有的手柄都是通用的。之前那个网站有时候会上不去嘛，那这一回的这个网站呢是咱们 B 站的 UP 主做的，它可以检测你的手柄的死区啊、串键啊、回报率什么的。但如果手上有手柄的话，也可以插上去试一下，看看你的手柄是什么水平。你们看啊，我手里的这个手柄的摇杆啊，我把它推到最上面，然后在左右这样晃动，它就牢牢的吸在这上面。我要是迅速的画一个圆呢，它像磁铁一样会吸在4个方向。你看。我们管这种问题呢叫做摇杆吸附，你可别小瞧这个问题啊！出现的十字吸附就代表你的手柄移动视角永远都是不精准的。Apex 这种射击游戏，把摇杆推到最上面，然后左右晃动这个摇杆，但游戏里面的人物视角是纹丝不动啊。再比如说法环里，怪物在你右前方20度，但是你就只能往正前方或者是右前方看，那这怎么玩呀？如果是最好的手柄，它是完全没有死区的，它能识别最轻微的位移，大圈和半圈没有任何的吸附，丝滑而且线性。注意哦，半圈小圆顺滑非常的重要，这种呢就是5星好评。最烂的呢，半圈可以画出一个蛇形，大圈都全是4项吸附，1星稀烂。稍微好一点的呢，有个45度角，但是它也有吸附，基本就没有20度的角。这种摇杆很努力了，已经勉强可以当8项十字键用啊，2星较差。但你以为这是 Switch 玩家才会遇到的问题吗？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了。搜索手柄，卖的更多的是各种便宜的无牌手柄。除了说自己是叫什么牌子，封面上 Steam、Switch、PC、手机，所有关键词都拉满了。我这里也买了一个过来，测试结果都和假货一样惨不忍睹，简直就是假货换壳。所以很多第一次买手柄的小伙伴，其实并不是故意去买这种假货的，而是因为预算真的不高，100元左右的价位，正好就是这种假货和杂牌手柄最泛滥的这个区间。这些劣质手柄你在各种电商平台都能见到，不论是主机玩家还是电脑玩家，只要是第一次买，就一定会被他们坑到。那到底怎么样才能买到合格能用的手柄呢？要我说啊，现在诸如北通、飞智、八味堂、小鸡制动他们这些国产的大厂做的100元入门国产手柄，已经完全碾压这些骗钱的玩意儿了。就比如说这个八味堂的猎户座青春版，摇杆吸附什么的就完全没有，这种指向精准的手柄才是一个正常的手柄嘛。同价位的奥佳仕青春版和北通蝙蝠4这2个手柄的摇杆不仅没有吸附啊，甚至还直接给你升级到了无线版本。不过这个价位还需要注意一些设计的问题，比如
说串件，在这个网站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串件测试，开启之后就连续按左右，不要按别的按键，网站就会统计你总共按了什么。如果多次触发上下，就说明非常容易串件。北通、八味堂和奥佳仕他们都会有一点点串件的问题。串件严重的手柄，要是玩格斗游戏，搓得着就白搓了。你玩个法环，想要切一下盾牌，再切了个银叉，哇，我真的是血压拉满了。摇杆呢也有能用多久的问题，霍尔摇杆这个技术就解决了传统的碳膜摇杆容易漂移、寿命比较短的这个问题。新势力手柄厂商都会尽量给大家安排上，这里也推荐大部分的玩家优先去考虑一下霍尔摇杆。但传统的碳膜摇杆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它的操作更精准，适合不太在意寿命的职业玩家。真的漂移了的话，我之前也做过一个小教程，拆开了轻轻挥 WD-40也能解决一大部分。这么看下来的话，碳膜摇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寿命有限。不然怎么说中国人不会做生意是吧？因为索尼、微软、任天堂都知道计划报废，没有寿命问题，那新的手柄要怎么卖吗？挣钱嘛。100元左右的手柄还有一个大坑，就比如刚才的这2个手柄啊，它们的扳机都是非线性的，只有按下去的和没按下去2种状态。非线性扳机玩赛车游戏，要么就是完全不加速，要么呢就是直接把这个油门给焊死。所以对于绝大多数的玩家而言，线性扳机是一个全能手柄的标配。不过啊，非线性扳机其实也是有好处的。你看，它快速连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这比这种线性扳机要更快更省力。那线性扳机是这样的，快速连按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呢，就有了这个扳机锁。你看，我把它给这样一掰，它就会变成一个非线性的扳机。百元价位呢，我们把所有北通、八味堂这种手柄大厂的产品都测了个遍，大家的摇杆精准度做的都很不错，比去年100元还推荐一些勉强能用的这些产品啊。今年的产品可以说是大洗牌，甚至可以说手柄大厂里面随便买新的都不会有什么硬伤。就比如最新出的小机器明星霍尔摇杆，线性扳机还是无线，便宜大款也非常全能，可以说是代表了新一代的平价手柄。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为它出的最晚。接下来呢，一定也会有更卷、更有性价比的产品出来。这里推荐，如果是给 PC 用的话，可以选八味堂和小 G。八味堂扳机更线性一点，但是也会贵一点。如果有 Switch 的话，可以选奥佳仕，3模配上接收器也能给电脑用。这个配列的话，就是按照 Switch 去做的，所以电脑上用的话，全都是反的了。如果说100元价格，多多少少还是能看到产品对成本的这个妥协啊，但到了200块钱左右就能弥补到位了，因为200元的各种手柄都用上了最好的硬件，而且因为这个价位基本上没有杂牌的手柄，所以除非买到了假货，不然大家都能做到优秀的水平。在这个价位里面，各家产品主打的就是差异化功能，扳机锁、扳机震动、高回报率之类的，看看你自己更在意的是什么功能。就比如说你买手柄是为了玩 Apex 这种射击的游戏啦，可以看一下墨酱彩虹2 Pro， 它主要的卖点是回报率高达1000赫兹的阿尔卑斯摇杆，在摇杆这一个硬件上面做到极致。又比如魔派家的赤兔手柄，3模连接、霍尔摇杆什么的都有，但它最大的卖点是在 Switch 上有 Switch Pro 同款的 HD 震动，实际用起来能有 Switch Pro 手柄的80%功力。如果是通用的话，不需要太多的功能，就推荐飞智冰原狼2。对于90%的玩家来说，100元是能用，200元是好用，预算再往上加到400元左右，就有完全不同的2种选择了。一种呢是直接买御三家的手柄，主打一个原汁原味的主机体验。这里我建议有预算的还是试一下 Xbox Series 系列的手柄，还有 PS5 手柄，大厂第一方出货量大，体验可以说是非常的标准的。大部分游戏都还为了 Xbox 手柄做过适配 ，PC 使用没有任何的门槛。Switch Pro 就算了。除了原生支持 Switch 和国产100多的手柄比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优势。不过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区分真伪啊！现在也有很多假货也敢卖300-400块钱了。对此，5星上将麦克阿瑟表示，不是盗版40买不起，而是骗1个等于骗10个更有性价比。尤其是新游戏出的时候，那些游戏限定手柄，日本都还没有运过来呢，假货就已经开始卖了。网上也有拆机和检查手柄细节等等的攻略，但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去腾讯 Switch 的官方旗舰店买黑的手柄，国行最好用的一次。自从上一次咱们手柄推荐的视频出圈了之后，微软也发现了电商平台假货泛滥的问题，带着法务部重拳出击。现在淘宝和京东那些老的 Xbox 手柄，大部分都会写清楚第三方或者是二手的。我觉得微软的做法还是很值得肯定的，而且做视频这么久，在行业里面做出了一点点贡献，我自己也很开心。那
500元里面另一部分就是买国产的旗舰手柄，更多主打的是各种精英的功能，适合那些喜欢尝鲜的小伙伴。北通家的旗舰款宙斯2，整个按键部分还可以替换成不同手感的模块。隔壁飞视家的旗舰款八爪鱼研发了一套类似 PS5的自适应扳机，自己去给游戏做适配，而且软件上面直接实现了扳机锁、调节阻尼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手柄的背键。聊背键之前，我先吐槽一下，我本来以为手柄这个东西嘛，它形状不是都差不多吗？大家握着的姿势应该也是一样的嘛。你看，像我平时拿手柄的话是这样子，很正常对吧？但是有的小伙伴呢，他是这样子拿的。那更有小伙伴出来说了啊，6指算什么呀？我给你表演一下我的 C 手。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啊，叫什么？完美手势。不过啊，都已经到400-500元了，再往上加一点点，把这个预算加到1-2000元，这样子的手柄能比200元的手柄厉害10倍吗？就比如说我这次搞来的 Xbox 和 PS 平台最贵的手柄之2啊，这个是图马斯特家的地平线5联名款，摇杆和按键什么的都是模块化的，你可以把这些按键抠出来，换到哪里都可以。然后这一块它可不是普通的摇杆，它竟然是一个会回中的方向盘，真不愧是赛车游戏联名款啊！不过都到了快2000块钱了，竟然用的还是 Micro USB 有线，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微软不给用无线模块。另一个呢是雷蛇家的幻影战狼 V2，第三方的 PS5 精英手柄，售价1999，手感做工确实不错，还有雷蛇祖传的 RGB 灯带，但索尼竟然连震动都不给人家，你说这俩不是恶霸吗？再看一下23年出的索尼精英手柄，这位更是重量级啊！很难想象 Xbox 精英手柄都出了这么多年了 ，PS 精英手柄几年之后还能出一个更烂的，只能说高情商是索尼唯一的精英手柄。我觉得买这个精英手柄不如看一下同样重量级的 PS Portal， 这个拿来当手柄的话还送一个屏幕呢。所以聊到这儿啊，咱们也把关于手柄里面所有的雷和坑都踩了一遍了。简单总结一下，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手柄，那么100元左右也有像八味堂猎户座、北通蝙蝠这种基础版的手柄，手感廉价了一点点，但硬件素质完全够用，可以试试看自己习不习惯手柄，吃灰了也不会心疼。但如果你是什么都玩的普通 PC 玩家，买一个200元左右带霍尔摇杆的手柄，主打一个耐用，硬件素质和手感之类的都是一流，而且这个价位各大厂商也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功能。但是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但如果说你有对应的主机，预算也在300元以上的话，考虑御三家的手柄绝对不会出错，但一定要小心假货的问题。不管他们长得再真，卖的再便宜，用起来也完全被同价位的国产手柄包杀。假如你想了解一下国产手柄技术的天花板，想要用一用那些看起来非常新鲜的功能，而且预算非常充足的话，那500元左右就能买到市面上最好的手柄了。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